故事呢开始于8世纪的一天，一群和尚呢带着满身的尘土呢来到了距离西藏100多公里的扎囊，是吐蕃国王赤松德赞的宫殿温布宫，就坐落在这里。那一群和尚来到温布宫殿之后就想要见到赞普，但是谈到他的时候呢，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平静，既不向他鞠躬呢，也不向他致敬，仿佛对一般人那一样。所以宫殿的部长们一看就不乐意了呀，赞普岂是你们想见就见的人吗？最起码你们也要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嘛。所以你们所有的和尚都应该向他鞠躬行礼。结果为首的和尚就说我的行礼怕他受不起。宫殿的官员们听了之后就有点生气，就问你是谁我们的赞普居然还受不起你吗？和尚就笑了一下指了指那一块岩石说道，你看他。说完呢，这个和尚就对着那块石头行了一礼，只见石头啪一下就裂成了2半。而那些官员看到这一幕又吓了一跳，不过他们还是在坚持虽然这一拜怕是要伤人，你不能向一个活人行礼，但至少你们应该对着赞普的衣服鞠躬行一礼外来的和尚见他们如此执着呢，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于是呢，几个大臣就拿来了一套赞普的旧衣服铺展打开之后呢，对着和尚说行礼吧。而和尚呢行礼之后赞普的衣服呢瞬间就被点燃了。几个官员呢对视一眼，心中充满了恐惧，连忙呢将这件事赶快就回去告诉了赞普。赞普一听是和尚，连忙迎了上去对着和尚就是鞠躬行礼。这个和尚呢就是印度的高僧莲花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在公元8世纪呢，有一个小国家呢叫做乌金域国呢，又叫做乌藏那，在佛教的典籍中被译为乌金净土。所以人们认为这里是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在我们的城市之中。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乌藏那呢为印度犍陀罗国北方之古国之名，相当于今天的新都库什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据考证呢，为巴基斯坦西部卡普利斯坦的地方。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呢，其地域呢周围约有5000余里。唐代之时呢，人民多崇拜大乘佛法，有寺庙1400余所，僧徒万余人，为释迦佛亲自教化之地，故有许多的圣迹存在。那关于莲花生的出身呢，就与这个国家有关了。传说呢，从前印度有个叫乌藏那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东北方有一片大海，海中盛产莲花，那里的莲花呢大如车轮。当时的国王呢名叫安扎菩提，富有大慈大悲之心，他为了百姓的幸福与安康呢，不惜将自己的财富呢全部都布施了出去，甚至呢自己的双目都慷慨地奉献了出来。后来因为国运不好呢，不但连年遭逢旱灾，还闹饥荒，致使呢国库空虚人民呢大都吃不饱，甚至有饿死的。所以国王呢倾其所有向佛陀祈祷。后来呢，观音菩萨见到此景之后于心不忍，便恳请呢佛祖救度。于是从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的心间呢，就射出了一个带有金色繁字的金刚杵，正好就击中了海中的一朵莲花。结果从莲花中就生出了一个8岁的婴儿。那这个儿童生来呢，相貌姣好，圆满端庄的，就正好坐在了这个莲花之中。据称呢，因为他是佛的化身呢，所以生下来呢就为众生讲说佛法，故得名海生金刚。据传说，他一出生呢，就有许多的莲花印记的胎记，而且家中的莲花盛开也故取名为莲花生。莲花生成人以后呢，便出家修行，最后在印度最著名的那兰陀寺当中成为了一名得道的高僧。另外，他还被称为班智达。那么班智达呢，就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莲花生呢，在当时的佛教界里面是500个班智达中的领袖，也就是说，他不但是特异功能大师呢，而且还很有学问。因此呢，世人都叫他为大士。那莲花生为什么要到西藏来呢？又怎么会留下世界末日的预言呢？故事是这样的据说在8世纪的时候，西藏还是一个以本教为中心的地方，民间呢盛行本教，具有很强的原始性，萨满色彩，崇尚自然，认为万物皆有灵，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的妖魔鬼怪呢都被奉为神明。而吐蕃贵族中大部分都是本教的信徒，所以本教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贵族和部落的首领不愿意接受吐蕃国王的命令的原因。因为从远古时代起呢，我们的神灵就要求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呢，国王的命令呢就恕难从命了。吐蕃呢是一个在7、8世纪快速崛起的雪域高原的国家，它所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他想要征服这片土地的土著呢，以及他们的领袖就必须让他们彻底臣服。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光靠武器呢，并不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而吐蕃附近呢有2个古老的文明，一个就是印度，一个是中原。于是这个吐蕃的赤松德赞呢，就前往了印度寻求佛教的帮助。
他以最快的速度呢，从印度请来了大和尚济护大师，他是莲花生在那兰陀寺中的师兄弟。到了最后呢，当济护大师来到了西藏的时候啊，只有赞普一个人兴高采烈，所有的本教的贵族们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济护大师似乎就是倒霉透顶啊！他来到西藏不久之后呢，马布日山就遭受了一次闪电袭击，然后就是宫殿呢被洪水冲坏，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啊从天而降。于是这些贵族呢就异口同声的就说啊，这一切的自然灾害都是因为这个外乡人来而带给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灾星，不能让他继续待在这里了。赤松德赞眼见自己的部下都在抗议，自己呢也没有办法，于是他只能强忍着眼泪啊将济护大师送走。那济护大师在离开之前呢，就将自己的师兄莲花生推荐给了赤松德赞。他就告诉赤松德赞，他说我的师兄呢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仅神通广大呢，而且与赞普呢有缘，若能将他邀请啊，定可将佛法发扬光大于雪域。赤松德赞就毫不犹豫地给莲花生发去了邀请函。那莲花生一收到邀请函呢，就立刻动身了。济护大师这一次啊，居然也跟着莲花生啊，又再次啊去了西藏。于是他们去了西藏之后呢，就是我们故事一开始说到的那个事情的场景了，在王宫门口啊鞠躬发生的事件。当莲花生大师这个入藏时呢，面对的就是权力空前强大的本教贵族利益集团，其使命的难度啊不亚于商鞅变法嘛。莲花生呢非常的聪明啊，他当时找了个灵媒呢，借用鬼神的声音呢来坦白向大家说明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位灵媒就开始用各种口音自言自语，比如说他自己就说啊，自己的名字叫做亚拉香布，我就是当初用那个大水冲击宫殿的那个人。有人问马布日山被闪电击中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人的语气一下子就变了，变成另外一个鬼神说话，那就是说那是唐拉亚修干的呀，还有之前人类和这个家畜的瘟疫啊，都是他们造成的。那说完呢，莲花生呢又开始训斥那些鬼神。而这一幕在今天看来呢，或许有些好笑，无非就是他找了一个媒人啊，将这场戏演了一个双簧嘛。不过对于信奉萨满教的西藏人来说呢，这些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莲花生大师入藏之前呢，济护大师啊想建桑耶寺，但却总是横祸不断，连地基都没法打好。但是莲花生入藏之后呢，桑耶寺啊异常顺利的就完成了奠基，工程建设呢也异常顺利的发展开来。这还不算呢，全清朝野的本教贵族的利益集团还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赤松德赞不久后啊，既颁布了若干禁止本教的法令，不准再行本教，不准再为死者杀牛马以及生灵，不准大家再用本教的名义祭祀、祈祷、做法事，将本教的书籍悉数投于河内。愚者呢，最后均以金塔压之，今后要倡引佛法，修建寺庙。不但如此呢，王室还给予了僧团土地奴隶、畜生等财产。并以法令规定呢，全国民众包括贵族呢，都得对这个僧团做相应的供养。但让这些贵族最震惊的就是王室大量的任命了僧官，并拜僧官为相。莲花生大师来了之后呢，恐怕不是本教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是连贵族自身的世俗的地位权利都难以自保了。所以吐蕃这一次改革可谓是决绝彻底，所以莲花生大师就成了旧贵族势力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所以旧贵族们就不断的开始进言赤松德赞，说这个莲花生大师如此的厉害，难保吐蕃王权不落入其手，或者是落入其背后的印度势力之手。所以之后这个赤松德赞有没有采信谏言不得而知，反正他后来呢确实是请这个莲花生大师离开了吐蕃，返回了印度。传说莲花生大师启程回印度之后呢，旧贵族聚集在一起就开始商议说如果我们不把他杀了呢，他的秘法那么厉害，肯定会报复吐蕃或者是咱们的。于是呢，他们就派了18个武士骑马去追杀这个莲花生。他们就赶在前面，埋伏在了险要的关口呢，等这个莲花生过来。有的呢拉满了弓箭准备，有的举起了刀准备砍杀。结果呢都被这个莲花生用秘法的给定住了，保持了原来的姿势就待在那里。当这个莲花生走后呢，他就交给了送行的人一把芥菜籽儿，嘱咐他们回来撒在这18个人身上。于是呢，这些人才恢复了常态，一块就回去了。那莲花生大师离开了吐蕃的那一刻呢，并不如绝大部分的伏藏传记所说的那么的祥和平静，而是刀光剑影，杀机重重。莲花生还对弟子讲到了末法时期的预言。他说有一首长诗叫做乌金莲诗罗刹魔域寄语，书中就收录了这些预言。当年莲花生大师呢，他的弟子就问他，请上师开示末法末世会在什么时候来临呢？莲花生就告诉他们说当铁鸟在空中飞行，也就是飞机嘛，铁马在大地上奔驰，也就是汽车嘛，那个时候呢，就是末法末世的到来了。
他说这个时候佛教的密法将会盛行，并在全世界弘扬传播。那末法时期全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莲花生就说君王不像君王，人臣呢不像人臣，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女人不守贞洁，男人纵淫贪欲。佛教末法的许多败相呢都会浮现出来。莲花生还预言说很奇妙那个时代的车子不用马匹来拖拉，可是却可以自行的发动行驶。很奇妙，那个时代的青年呢，为什么脚底下还要踩着牛角，且牛角上面还装着轮子滑来滑去呢？而且很奇妙，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必出门，每天就坐在镜子面前就可以知道天下的事，并且能够互相吞训了，真的是奇怪。相信大家听了这些一下就想到了，脚下踩着牛角装着轮子滑来滑去，那不就是滑板吗？坐在镜子前面嘛，那就是液晶电脑的显示屏所以你看1000多年前的莲花生就把现代人们的都市生活都表达了出来。他还说人们开车来来往往，而那些宅在家里的男人和女人则是在上网嘛，就可以对应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认识了。除了这些呢，莲花生更多的是对于末法时代的人心而感到难过。莲花生就说到了末法时代呢，这种情形将会在世界上各地发生，也就是人心涣散，君臣父子没有什么道德可言，更何况男不检点，女不贞洁嘛，他们的婚姻也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会被其他的女人破坏。而父母呢会被不孝的孩子赶出家门，兄弟二人呢会为争财产不免犯下罪恶，但并无愧疚之心。佛祖的教化呢也开始逐渐的就堕落了，不但红尘呢世界乱成了一锅粥，莲花生还说佛家再也不是什么清净之地了，这里也成了一个赚钱的地方。和尚们已经不是真正的信徒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呢都会把这里变成了赚钱的行当，像佛像法器呢也成了发财的商品。你看现在呢我们是不是都一一对应上了呢？那按照莲花生的预言，这一次的末法时代将会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还有自然灾害、疾病。他说世界各地都是瘟疫、水患、冰雹、雨雪、土壤侵蚀等导致饥荒、天灾频发、盗贼四起、乞丐遍地。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预言呢已经部分实现了，这就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腐败、宗教自身的商业化，以及2020年起呢蔓延到世界各地的瘟疫，以及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反常变化。还有一部分呢是还没有发生的，比如说农业减产强盗横行乞丐到处都是。目前来看呢，余下的情况可能是一场全球性的，比如说粮食危机或者是金融危机嘛，由此而引发更广泛的贫困。尽管还没有发生，但是现在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莲花生还讲到了藏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他说这个预言呢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叫劳霍的地方，是莲花生入藏之前一个落脚点。他曾在劳霍的一座古庙的藏经阁中呢留有一个预言，关于藏人将来的命运的。他写道呢，在时间的黄昏，坏的时代将要结束，整个世界呢将成为欲望、仇恨和妄想黑魔的臣民。藏人呢将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大多数的藏人呢将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将死于饥荒战乱，剩下的佛教徒呢将会被抛弃，魔鬼呢会影响每一个人，让他们都憎恨佛法修行者。那在这个末法的日子里呢，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度过呢？而莲花生呢就对着自己的弟子吩咐道必须要遵守戒律，方能平安度过这一关。莲花生还说在末世的时候，佛教会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且会在全世界传播。当然了，预言一般都是古人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想象嘛，预言之事呢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故事中对人类的启示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期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